幽暗中一盏灯，一旦被点亮，就能照破黑暗。你就是陈玉选中的传灯人。原来我一直苦苦追寻的菩提传人，竟然就是我自己。南少林菩提院第4代传人陈阶衣钵。少林绝学中原本只有一套达摩剑法，明嘉靖年间，释去顾禅师剑法傲绝天下，成为菩提院首座后，将自己一身绝学谱写传承，就是这本菩提院秘传的3法印剑。陈玉之所以剑法天下无敌，就是用了这套剑法。这套剑法只有传承人才能接受。这就是菩提封印。封印不能给他，程玉前辈的遗愿是把封印赠与同盟会，以造福天下苍生。方丈，果然和宫里文渊阁那份一样，都放在一个胶木盒子里。多年前，戒律院首座传人叛变投靠朝廷，将戒律院封印献上。此事后，陈玉担心菩提院封印落入他人之手，于是早在多年前就已将其毁掉，改用别的方法将秘密的线索传承下去。这封信就记录着秘密的线索，你没能说出口令。遵循菩提院第3代首座的遗命，封印只能交给有口令的人，就是他。信上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只能你自己看。信上的内容是否已经记下？幸好你刚刚忍住没有出手，否则菩提院将再无传人。就算净坛秘藏是真的，你我也得不到。文渊阁里禁书柜上的藏宝图早就被人盗走了，正是因为这起失窃，才将囚禁12年的我放出查案。被人盗走了。那份戒律封印一直在卓不凡的手中。倘若文渊阁中的戒律院封印没有被盗，你又怎么会有机会重见天日？如若你不一路追查至此，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就是菩提传人？就是这些因果交错，才有了今日的相聚。因是能生，果是所生，因果交错，皆有定数。好了，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。浮屠寺，你们不用再停留了。我该去哪儿？你是神探，我又不是。多谢方丈。
刚刚方丈说，幸好我忍住了，没有出手，若不然南少林菩提院再无传人。我想知道，方丈是在吓唬我，还是真有这个本事？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你不服，这很好。做人就该有不服输的劲。这是什么功夫？南少林安禅智龙。领教了。如果是你师父陈玉，那拜的人就会是我。三法印剑你已经得到了，好好练吧，别让菩提院丢了传承。我师父在此圆寂，他的灵位在哪儿？我想去祭拜一下。找到净坛秘藏了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是我们的人，正在追荣铁岭一行。卓不凡不能杀。怎么样？卓不凡和玉环姐还是跑掉了。哎，为什么卓不凡不能杀？在浮屠寺里找到的线索，也是一张净坛秘藏的藏宝图，其名曰菩提院封印。这只是其中一半，而另一半，则是在宫里失窃的那一份戒律院封印，如今在卓不凡的手中。想要开启宝藏，就得将两份封印合并到一起才行。若是在杀死卓不凡之前没有找到戒律院的封印，那找到宝藏的希望将会很渺茫。找宝藏是你的事情，我的事情是追凶。况且我觉得找不找得到宝藏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不让卓不凡拿到宝藏，消除对朝廷的威胁，这就够了。王地保，你怎么那么轴啊？抓一个卓不凡小小的江湖流寇算怎么回事？为朝廷寻宝才是重中之重。抓卓不凡是树律例之严明，正法纪之规整，立心才是臣子最该做的事情。你一个不入品的小小捕快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臣子？大人如此见地，真是有损天子所赐的四品官阶。行了，两位兄弟，没必要争吧，咱们都是一伙的。我怎么就跟这个杠头一伙了？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什么怎么进去的？浮屠寺。那个老和尚太厉害了，我和卓不凡都进不去。你是怎么进去的？一开始也没进去，后来来了个小和尚就进去了。小和尚？对，好像是方丈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告诉你们吧，进到庙堂里的是我和柳林。柳林能进去是因为他有口令，就是死在上海的那个谭仙告诉他的。小和尚把浮屠寺的秘密全都告诉我了。咱们在山西找的那个菩提院传人，就是南少林菩提院第3代首座，他是在浮屠寺圆寂的。你拿到枫叶了？我找到个屁！这个菩提传人早就把封印给毁了。那你还不让我杀卓不凡？我都已经查到这儿了，线索越来越集中，我当然要接着查下去了。行吧，你继续查线索，我继续找杀人凶犯。王地保，我告诉你，你抓你的人我不管，但是卓不凡手上的戒律院封印不能不拿到。没问题，我抓到人或我杀了人，只要东西还在，我给你。你为什么能进去？那女的有口令，你又没有，
你是怎么进去的？40多年前，内务府的侍卫就来浮屠寺探查过，毫无所获。小和尚让我进去，就是为了让我死心，因为这里的秘密一文不值。穆青兄，你在佛堂真的一无所获？穆青兄果然拿到了。你看看吧，我虽然没有告诉王地宝，但其实说不说都一个样子。真的没了？真没了。不过我觉得，整个谜团都在一步一步的缩小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回京，我要将所有的线索全都整理一遍。卓不凡呢？这可能是目前最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卓不凡一定会以为这菩提院封印在我的手里，他一定会跟着我们。所以啊，戒律院封印在他手上反而很安全。那个柳玲要你交到刑部吗？先留着吧，我不确定他还知不知道其他的秘密。好。对了，葛太兄，柳玲的事情先别对外说，他毕竟是一个同盟会的乱党，传出去我怕节外生枝。眼下还是寻宝第一。我明白了。聊聊，不敢聊，你的刑罚我记着呢。你记得就好。你呢是一个朝廷乱党，我呢是一个御前侍卫啊，朝廷鹰犬。是啊，我这个朝廷乱党落到你这位御前侍卫手里，最终难免会被拖出去斩了吧？怕什么？斩就斩呗。你们搞革命的，谁还在乎命啊？我知道大人，哎，鹰犬，鹰犬。大人不是寻常的鹰犬，大人不想如此对我。就算我不惜命，大人还替我珍惜着呢。但你们同盟会的是真不怕死，真不惜命啊！大人是不是想说，只要我愿意将菩提院封印的秘密说出，大人您立刻就会放我走，还会亲自护送我到码头，给我买好去香港还是南洋的船票，护送我平安离去，还会给我一笔盘缠，当做您的一点心意。可惜啊，都说是革命了，保命哪诱惑得了你啊？再说了，你们革命儿女的命，哪只值这么一点点盘缠啊？你柳玲原本的任务是要保护谭仙，安全地将净坛秘藏交给同盟会。这笔财富是用来干什么？是用来革命的，是用来推翻大清的啊，不对，叫腐朽的清廷。那你怎么可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我一个朝廷鹰犬呢？在浮屠寺里，你我都知道净坛秘藏的情况。戒律院封印在卓不凡手中，光凭一份菩提院的封印，我肯定是无法找到宝藏的。对呀。你们大清内务府100年来无数次寻找，还都是光明正大的查，但都因为藏宝图不全而失败。我们同盟会就算有了这半张藏宝图，那也只能偷偷摸摸的找，怕是200年、300年都找不到，还革什么命啊？对，这份藏宝图对于我，对于同盟会来说都毫无意义，不如拿来换条命，换自由。大人是为了我好，我要是为了这么个不值当的东西丢了命，那才真是没为革命做什么贡献。说这么多没用啊！啊，杀了你，你也不会说的。你现在肯定觉得这南少陵首座传人，我的师傅程昱是一个有眼无珠的人，选来选去选了我这么一个朝廷鹰犬去当传承人。大人别这么说自己，我看既然我这么冥顽不灵、尸骨不化，大人得先将我囚禁在身旁了。反正你也不觉得麻烦，你都不在乎，我有什么所谓？为我好啊！我这么一个朝廷乱党落入到别人手中，肯定又要审又要罚的，免不了受折磨。没用，你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呀？所以大人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其实掌握菩提院封印秘密的人是我，包括大人的手下，包括和大人有合作盟约的北洋。
没告诉别人，就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。若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来盯着你，那个时候让我分神还来不及。所以你放心，你是菩提院传人的事情，我也会守住，尽量不给你添麻烦。跟你这么一个聪明人聊天还真是麻烦啊！我想说的话都被你给说了。你不也把我的话都说了吗？哎，真不能告诉我呀？我真不怕死。庄子曰：“权者所以在于得鱼而忘权。”你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？说什么呢？听不懂。得鱼忘权，就是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恩将仇报，翻脸无情，过河拆桥的意思。那你是兔还是狗？是鸟还是桥啊？我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，你太不够意思了。没有我，你能找到浮屠寺吗？没有我，你能拿到关键线索吗？这才几天呢，门都不让我进。咱们之前可是在一张床上同睡的，现在倒好，只能隔窗相望。这破窗外什么都看不见。林浩瀚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浮屠寺里根本就没有宝藏。那是铁定的、必然的，宝藏肯定不在那儿。所以你死了心吗？刘小姐，你怕是忘了我是谁了吧？我可是有一双无宝不实的眼睛的。你说出了口令，和门三刀一起进的佛堂，可是出来以后呢，他没把你杀了，也没把你送去大牢。难不成你要跟我说，他被佛法感化了？我可是聪明人的，我可太聪明，我就随便那么一想，哎，我就想明白了。真正在浮屠寺拿到秘密的只有你，门三刀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咱们从浮屠寺出来以后啊，他还得把你摁在身边，等着你把秘密吐出来，或者带他去下一个地方。所以你现在呀，是彻彻底底的跑不了，你就是门三刀最重要的俘虏。刘小姐，我们一路同行，我的人品你是清楚的。我根本就没有人品，我只认钱。钱和女人，我肯定选钱。所以为了钱，我决定加入同盟会。对啊，我就是你的同志，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，我去帮你找到宝藏。你相信我，你就算不相信我，你也要相信宝藏的力量。我把宝藏找到，我替你交给我们的同志，我们的领袖孙先生。我只要2成。柳林同志，你有你的信仰，你也要相信你的同志我也有信仰。钱就是我的信仰。柳林同志，请你坚信，黑暗是暂时的，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，曙光终将到来。如果你觉得2成有点多的话，其实1成也是可以商量的。我穆青青，穆青青，咱们下一站是去哪儿啊？来，
穆青青，这是？这个是给你的辛苦费，钱不多，这些日子多谢了。哪里，跟着穆青青是我的荣耀。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？咱们俩就此别过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咱们宝藏还没找着呢。宝藏是属于朝廷的，找没找着都跟你没关系，你可以走啊。不，穆青青，你是用得着我的。我也甘愿为大内校犬马之劳。那宝藏未能找到，我心急如焚，这可是为朝廷、为苍生。行了，你该赚钱赚钱去啊！有我有名的事情不归你管。这样，改日你去顺天府，我请你吃饭。不，那肯定也是我请的。哎，谁请都行，谁请都行。你现在马上给我消失！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，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大人？反贼请讲。为什么要把我在浮屠寺里得到秘密这件事情向其他人保密？我说了呀，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啊！要是让别人都知道了，免不了打你的主意，害得我分神呢。大人的手下都是内压的，都清楚同盟会乱党的轻重。如果让他们再知道我得到秘密，一旦被内压更大的鹰犬得知，我势必会受到酷刑审讯。内压的手段非比寻常，那是生不如死。我确实不想看到你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。所以这点我懂。可是大人，您为什么要瞒着王迪宝？自山西之后，你们二人不是一并合作追捕卓不凡吗？我不告诉王地宝，有一个原因是，他只在乎抓卓不凡，并不太关心密藏。另一个原因，我厌恶北洋。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，大人为何会厌恶？无关其他，只是因为袁世凯。当年戊戌变法失败，跟他背信弃义有莫大的干系。袁世凯变节告密，导致变法失败，光绪遭禁。是啊，一直培养我的统管察太大人被扣上了反贼的帽子，斩首抄家，而我也因此做了12年牢。北洋是袁世凯一手栽培出来的，虽说他已下野，但恨无及无。我对北洋无丝毫好感。你知不知道，就算袁世凯不告密，你们当年戊戌年的变法也注定会失败。其一，守旧派势力强大，维新派没有实权。当变法触及到守旧派的利益的时候，必被遏制、镇压。其二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，不要说守旧派反对，连很多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的。其三，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，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。其四，变法实施冒进，操之过急，失之过重。其五，变法手段单一，单纯的采取自上而下、合平合法的方式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呀，还1、2、3、4、5。其一，维新派没有实权，你们同盟会有啥？你们连虚权也没有。其二，维新党没有理论，你们又有什么？靠那些禁书传单。其三，维新党没有组织，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一群鼠辈，靠谁组织？孙文他敢露头吗？其四，实施变法冒进，操之过急，失之过重，有你们急吗？先帝只是想变法，你们呢？你们是要变天。其五，变法手段单一，你们又丰富到哪儿去了？除了拼命，你们还会干什么？我再送你一条。其六，像你这样文不能安天下，武不能定乾坤的角色，来多少都是白费，空有一腔热血，不知道往哪儿撒，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话，这么一些道理，能说服谁？省省吧！你还看不上康有为和梁启超？那2位宣扬的功力比你强太多了。说话，怎么不说了？再来个5、4、3、2、1，滚！你不想看我的脚，首先给你。干嘛？你那个刑罚使出来吧。又想跟我聊你的革命啊？下回吧，我今天没带刑具。那你先欠着，我先说。你们搞革命的都这么搞笑吗？
我想跟你先分析一下思维。其实同盟会的理想，孙先生的理想，和你过去参与过的变法维新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救国强国。假如当年变法没有失败的话，你不是说变法必然会失败吗？我说假如当年变法成功了，那现在大清已经迎来了再度强盛，不会被列强视为鱼肉，也不会有再想要重建国体的同盟会出现，那孙先生也能踏踏实实当医生去了。但确实世间无假如，正是因为当年变法受到皇族阻挠，没能够推行下去，结果光绪不信，你也不信。但是最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和百姓，所以孙先生才放弃当医生，不去给人治病，而给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治病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同盟会和维新派的想法是一样的？宗旨上是接近的。好，一什么一？一根手指啊！你说一次，我拔你一根指甲，你还有9根。真拔？是你自己说先欠着，你还可以接着说。又或者是刚刚那一次我送你了，咱们俩聊聊菩提封印。一根就一根，我还有9根，我加上脚还有19根，还够跟你聊19次。说来说去不都是那些车轱辘话吗？有什么用？你要真觉得手指甲、脚指甲长你身上你难受，你就接着说。刚刚那根也算我送你了，好吧？你还能说20次。你要是送我的话，那我就再多说2句。你还是先听我说2句吧。柳林，你好歹也20好几了吧？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样子，家里应该过得不稳吧？你还能去留洋读书，家里应该也不穷吧？我虽然不知道你爹娘是干什么的，但是你爹娘养你供你，肯定希望你活好吃好，将来给家里挣面子，回头嫁一个好人家。可你跑去干什么了？你跑去搞革命了，你的下场会是什么？被我削去了手指甲和脚指甲，回头再把你给砍了。我知道你不怕死。你不怕死是因为你没死过，我估摸着你都没怎么见过死，我见过。我告诉你，我见过之后，我怕，真的怕。我见过。又是你那些同志是吧？我爸、我妈，还有我哥。其实我们都见过，你的先帝、你的上司，和你一起参与变法的人，还有你师父，他们都是因为变法而死。你会因此害怕变法吗？今天就送这么多，你可以滚了。穆青大人，你真的不是寻常的鹰犬。你不是天下第一剑客吗？一个寺庙看门的就能把你打趴下。要是内务府找到了秘藏，你这一趟不等于给人家做了嫁衣吗？王爷训斥够了吗？快给王爷请罪！如果仅凭一封宝图就能找到秘藏，那内务府早在100年之前就找到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而且我拿到东西之后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，每一步都提前于内务府。我们找不到，他们也未必找得到。而且我还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，就是这宝图一共分3份，缺一不可，并且还需要一份口令。就算我们有了宝图，没有口令，依旧打不开秘藏。现在门三刀手里有一份，我手里有一份，无论是他杀我抢图，还是我杀他夺物，我们都打不开秘藏。所以此时此刻还谈不上谁给谁做嫁衣。至于天下第一剑客，我以前以为我是，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不过王爷也请放心，我以后依旧会剑苗天下。现在我跟门三刀手里的筹码对等，但只要内务府不放弃追查宝藏，我就有机会、有把握抢他的宝图。但就算拿到了，也无济于事。这第3张宝图线索全无，所以我此次回京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。王爷要是训斥够了，
还请王爷好好想想，如何能提供线索，让我再继续查下去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找一些线索给你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恕罪。此次寻宝之旅艰险异常，远超出之前王爷跟我所描述的。我原本笃定可以轻松完成任务，但现在看来将会十分艰难。我也确实没想到，这宝图还有3份。看来此程要比预想的要波折。而如今我门里门徒也损失了很多人，所以我希望王爷能够提高报酬。除了我们之前约定好重建荣天剑派总坛和册封天下第一剑派之外，我还需要得到一些抚恤，来安慰那些死去的门人。这个不用你说，死去的人必然要重恤。我还需要提前预支一部分报酬。如今我满门上下都为了寻宝奔走，已无其他营生。这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吃穿用度、雇车租马，处处都要钱。现在我们已事事拮据，所以还请王爷您能够预支一部分报酬。哦，你还有其他营生啊？人总是要吃饭的，总得有个营生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做的是押镖。天下第一剑客会去押镖？王爷，您也说我是天下第一剑客，自然不会恃强凌弱去打家劫舍。不过押镖也是凭本事吃饭。王爷，您不必笑话。卓不凡，你是着实不凡呐。去账房拿银子吧。那就多谢王爷了。在下告退。一个不入流的东西，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，竟敢坐地起价，让他做点事，死点人又怎么了？怕死就别出来混江湖啊！王爷息怒。你去叫江恨速来见我。是。等一下。你悄悄地把于焕杰叫出来一趟。明白。这叫话，走。走开！王爷，我把于焕杰带来了。草民于焕杰叩见王爷。你觉得寻找净坛秘藏，卓不凡有几分把握呀？回王爷，小人觉得应该有6、7分。即使有6、7分，那为什么卓不凡在我面前说此事好像艰难无比一般？以你之见，卓不凡本人对秘藏有多大兴趣啊？
卓不凡他其实很想找到宝藏。原为何故啊？哦，回禀王爷，他卓不凡就是个武痴。这传说净坛秘藏里还藏有少林的武学典籍，这是卓不凡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哦，如此说来，他也可以和内务府携手。不敢，不敢，万万不敢！王爷放心，万万不敢。你是不敢，卓不凡未必不敢。假如让你去找，你能有几分把握？哦，回禀王爷，小人如果去的话，应该也有6、7分。你起来吧。谢王爷。若是让你做荣天陵掌门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小人不敢造次。我们换个提问。若是荣天陵掌门之位和3000两黄金让你选，你选哪个呀？回禀王爷，我们荣天岭已经落魄多年了，我们一直都是在过朝不保夕、颠沛流离的日子，哪怕日后重建一个总坛，想必这个日子也不会太好过，所以倒不如有一点钱，活得能舒服一些。你倒是说实话。坐下说话。谢王爷赏赐。知不知道有句话，大人务求利，小人务求名。小人书读得少。大人物掌握资源，容易获利，有了利，可以用钱去买名声。小人物之所以求名，是因为处在劣势，无利可图，只能积累名声，慢慢的用名声去换钱。王爷，醍醐灌顶。荣天岭掌门就是个名，天下第一剑派也只不过是个名。你不选名，选要钱，倒是明白人的选择。大人物的做派啊！哎，小人哪敢称是大人物啊！从今天起，你要直接和我联络，卓不凡所有的行踪做法，都要跟我详细的禀赋。是，谨遵齐亲王之令。那是300两，赏你的。若找到了净坛秘藏，赐你3000两黄金，再赐3品武官参将一职。无论天下哪个门派的掌门，依照律例见了官都得跪，何况是3品大员。于焕杰，哎，只要你对我尽忠，我就会让你名利双收。谢王爷赏赐，谢王爷信任，谢王爷给机会。焕杰肝脑涂地，誓死效忠王爷。师兄啊，你这是？不凡呀，我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呀。你看看你，你再看看你，哎，看看你们自己，就这么一走出去，啊，这衣服，这头发，谁看都知道是灵犀的。我知道，大家心底都有傲气，
都不愿意穿满人的衣服，留满人的头，我也不愿意呀。可是咱们四处打听消息，总得有人不容易被发现吧？我也是犹豫了半天，犹豫了好些天了，痛下决心，我来做这个小丑，我剃头，我换衣服。哎，以后再有需要打听消息、需要见面的事情，我去做，省得被人发现，不是吗？大师兄真的是为了剑派费尽心思呀。那我要不也不要？不要。我这么做呢，也是不想让大家蒙羞。那就多谢大师兄一番苦心。哎，等我们干成了大事，我这个头我肯定不能留啊！这是你家？是啊，我也12年没回来过。内务府待你不薄啊，这么好的庭院。朝廷鹰犬嘛，待遇肯定不差。我就住这屋，你屋能够直接看到我这儿。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也可以把你锁在我屋窗户下边。我哪有不满意？多谢大人没把我送进刑部大牢。你不必谢我，我为什么没把你关起来，你明白；为什么让你住在这儿，你也明白。所以该怎么做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我又逃不掉，被别人抓了只会更惨。所以呢，我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就好了。穆青大人，什么时候聊聊？到了饭点会有人来给你送饭，缺什么直接跟下人说就行了。这里是顺天府，你要是想聊的话，我带你去内衙刑房聊，那里工具齐全，聊一次换一种刑罚，一次一结，省得欠着。找了上100年，就凭半张图，怎么可能找得到呢？菩提封印里什么也没有，据说藏宝图早就被毁了。菩提传人也不可能这么傻呀！当然不傻。你发现什么没有啊？尚未有所发现。不可能毫无头绪吧？这个暗格的做工比较特殊，我打算从它的出处去查。谭仙的那个保镖怎么处置了？暂且扣押在我身边。按理是要送去刑部，但我怕他还知道更多，而且万一后面能派上用场。只要能为你所用，别的就不用管了。是。大人，您看，戒律院这一端有根流处，另一端是断面。而菩提院这一根一端也是根流处，一端断面。你说这个木头它是一头一尾，那这么说净坛密藏的封印还不止2份啊！这是陈水章，产自于福建，虽然不珍贵，但也并不多见。如果要凑齐一整根的话，估计还要1到2段才行。Lucky 帽 ，Lucky 是我的英文名，您不记得了？运气好，福星高照啊！帽，不是帽子的帽，这也是英文。杂货铺嘛，我知道。哦，对对对，您看我这脑子，格格您可是留洋回来的，所以说咱们聊天就是省事儿，没有语言障碍。咱们这个店的中文名啊叫汉灿汇，星光璀璨，浩瀚无垠，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店里的东西啊又多又好。在京城开一家高端珍品店，是我多年的夙愿，我一定会将汉灿汇做得风生水起。谢谢哥哥，今天的货还是老样子，您先随便挑，您挑好了，别人才能继续看。以后咱们可就方便了，
店就开在前门，您要是想过去看看，您就请一步；您要是不愿意，懒得动，我就送过来给您挑。这个不用我多说了，您懂的。干嘛送我东西啊？我这不是这2天就要开业了吗？这开业不得请朋友来捧捧场吗？这捧场，还能有谁比得过格格您有面子？格格，您要是不来，拉给我伤心欲绝呀！请进。我公务繁忙。哎，哥，我这店离你那多近啊！你只要拔个腿走到自家门口就行了，一点都不耽误事儿。我就是要个面子，红包也不必包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是小弟给您的，大哥给小弟面子，小弟表示感谢。这个是劳烦庆典当天您给小弟我的，您只要抬手递给我就行。礼物也不用麻烦，我已经买齐了，绝对有里有面，绝对拿得出手。到时候您直接抬手递给我就行。连题字的帖子我已经找人写好了，还是找名家写的。啊，如果落款大内高手你觉得有辱斯文的话，我马上叫他们重新写一个送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别把我的名字写上去。咱可不是一般的交情，而且这次庆典好多王公贵族的夫人太太都应邀出席的，好多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都是要来的。那更不缺我一个。缺，那些都是客户，你是我兄弟呀。而且我的客户也都是有头有脸的，敦王爷家的几个侧福晋，中书大人的夫人和岳母，齐王爷家的乌兰山格格都来。穆青兄，你要是不来，那我真肝肠寸断了。兄弟，亲兄弟，咱们这个中西合璧珍品店东西那是相当的到位，我的眼力你是见识过的，能被我收来的东西，那是件件能传家，个个能传世啊！哎，穆青兄，如果你有什么好玩意儿想卖点高价的话，一定找我，都是兄弟，佣金肯定给你打个大折。我还真有一件宝贝，你先给我估个价。好啊，拿来看看。看看，陈水章，木头是福建的，福建出木雕，但没什么好木头。陈水章算不上什么大陆货，但是跟真品也沾不上边儿。工还不错嘛，撑死了20两。哎，不对，看截面，这玩意儿是成套的。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当单品卖的话，15两顶天了。眼力倒是不错，不仅能一眼看出材质，还知道是成套。大哥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犯得着藏着掖着的吗？还不一次拿出来？干脆点行吗？都拿出来吧，我看全了，我好给你估个准价啊。我就只有这2件。那这价，我给你出个价吧，1000两。大哥，最近是很缺钱吗？穷疯了。只要你能查出这道东西一共有几件，并且查出它的出处，我就给你1000两。那这钱我得挣啊，这得挣啊！穆青兄，你让我把东西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，1日啊不，半日之内，我肯定摸个水落石出。知宿世为宿命名，知未来为天夜明，断尽烦恼为漏尽明，彻底通达3明谓之三达。三达剑是前朝剑客方君宇基于佛学创立的剑法。其弟子释去故法时，后皈依南少林，成菩提院首座，将剑法演化涵盖3法印的奥义，成3法印剑。第一是无常，无常剑是简之极，核心在于寻敌破战，并击破之。首先，永远是后发制人。一名剑客厉害及震撼的招数，不在于出剑，而在于藏剑。
尚未出鞘，无人知其刺向何处，也没有人知道其进攻方向，便没有破绽。天下无人能免。抓住其破绽，并急速攻之，战况立现。其次，攻击路径螺旋直线。如何才是攻击速度之极？剑刃于破绽处之距，最短为直线，所以这就决定了无常剑士攻击路径必须直线。在通达两点之间，最快既不是弧，也不是直，而是螺旋直线。因此，无常剑法出动时，手腕做接近整圆的旋转，以螺旋直线的方式行进，实现速度与破坏力的最大化。第二是无我，武学思想源于诸法无我，以单一招式应对，以不变应万变。无我剑士是天下最强的手招。既是防守，就要求有最大的防御面。对于一柄剑，可以看作是一条线，点动成线，线动成面，而圆即是其可以获取最大面积的形。以不断的旋转加强其重力加速度，在防御的同时，将对方的进攻化为反作用力。第三是涅槃往生，武学思想源于涅槃寂静，核心策略在于急变。在出手的瞬间，剑路做出多种变化，每一种变化都蕴藏杀机，令敌手无隙应对。无常剑士其高明之处，在以观念为上，将剑术以微战术方式来运为，学习者略有基础即可，无需修习几年甚至几十年，对体能、内力也无要求。而无我涅槃剑士无法速成，需日日操练觉悟，方可寸进。二位爷，您的茶，慢用。穆青兄，你这看起来也不着急啊。你觉得我应该心急如焚才是？我跟存清大人多年了，大人现在必然心急如焚，忙仲没多少天了。我们找不到，卓不凡一样找不到；我们急没用，卓不凡急同样没用。昨夜我将整件事情重新推演了一番，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犯错，没有遗漏，所以我们还需要新的线索才能继续往下走。卓不凡也是，若说着急，他和他背后的人要比我们和存清大人更急才是。几番交手，他手里的筹码还是当初的那一个戒律封印。可我们现在知道，封印不只是一份，甚至不只是2份，所以在寻宝的线索上，卓不凡未有寸进，根本没占上风。我们看似无功而返，实则摸清了所有的势力。我还把那个柳林压在身边，我们要是得不到信息，别人也不会比我们多得1分。如果要是有同盟会的人来找柳林，我们还能趁机一网打尽。没错，卓不凡现在肯定急着寻找封印，他背后的人也会急着帮他。他们急，我们就不用急。虽然不能说是守株待兔，但以逸待劳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。哪儿还有什么线索呀？过去的事情，你经历过，
内务府寻宝失败后，这事儿就搁下了，记录也是含糊其辞。我就不信了，难道就没有值得再找找的可能？王爷说的没错，要说有，确实有，但不是线索。一件旧事，不妨可以查一查啊。你说说。投奔朝廷的南少林戒律院首座传人许鹤给我说过一件事。他说他见过达摩院第3代首座传人。达摩传人是个碾子，同治4年，就是他在杀害大清蒙古族精锐骑兵的曹州一役中刺杀了僧格林沁。同治7年，东捻被李鸿章淮军围困，突围失败，全军覆没。当时达摩首座传人身负重伤，他去投靠他的师叔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师叔已经投靠了朝廷，所以达摩传人前脚进了他家，后脚内务府的人就到了。6名高手率几十名侍卫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可惜达摩传人功夫太高，那天伏击，他带着伤，依旧负隅顽抗，手刃了便捷的戒律院首座，砍杀侍卫不计，从6名大内高手手下脱身而去。但6大高手死死地咬住他，一直追到东营天宁寺，最终在附近的郊野将他堵截。双方一场血战，6名大内高手死了4名，达摩传人最终身中19刀，跌入河中，被水冲走。被水冲走，不见尸身。对。跌入河中，那就是生死未卜啊！是。那6名高手中，武艺有多高啊？一个是后来的内衙头等侍卫栾毅，另一个人就是我。确实是高手。当年为免后患，我和栾毅2人顺着河边一直寻找数十日，直到入海口，也没有见到尸首。但你们回禀内务府时说的可是将其击毙啊！当时年少，害怕责罚，毕竟是全军覆没，若不能诛杀那人，交不了差。这43年来，我和栾毅一直觉得，我们并没有杀掉那个达摩传人。40多年了，就算那人还活着，应该60、70岁了吧？所以，这不能算线索，只是一件旧事。旧事重提，因为是旧事，未必妥善解决呀。王爷圣明。达摩首座，达摩封印。你到天津卫一带去查，此人姓张，倘若还在人世，这个人应该是60、70岁。你要的线索，我已经给你找来了。那内衙没死的那2位高手，可否一见？那2个人是43年前没死，难道你觉着还能活到现在吗？那既然是43年前的残缺线索，如何查得下去？赵佛，王爷，王爷，直接说。小人过去是天津卫的文书，曾20年前参加天津卫周边县志的编写，偶然在武清郊县，遇到一个老疯子，此人神志不清，但却跟人说自己是武林高手，1代宗师，成为乡民的笑柄。我当时对他特别感兴趣，就观察他，偶然发现他在野外抓野兔，身手如电，
匪夷所思。这个老疯子，居无定所，荒野、废墟、街道、灌木丛，都是他的栖身之地。也有人说，他非常辛苦地采摘各种新鲜水果，拿到庙宇当中虔诚叩拜。我想此人必定不凡。这样的线索，你还觉得残缺吗？哎，二位爷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四喜丸子、紫苏肉，等我一下啊！我看到了一位故人。前辈，前辈，见过前辈。谁是你的前辈啊？前辈2次救我性命，我对您感恩不尽。那是你死不了，碰巧我遇到了，算不上救你。前辈存心搭救也好，无心之举也罢，对我来说都是再造之恩。你这么快就从山西跑到京城来了？你要追的人，追到了吗？还没。我要追的人，他们也来京城了，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他们。还请前辈指点。指点你什么？先前2次，若不是因为您，我绝无可能再追上线索。虽然我不知道您是何人，意欲何为，但你所做的事情确实一直在帮我。今天我又到了一筹莫展的境地，您就出现了，难道不是来指点我的？哎呀，让你做个地保真是屈才了。你还是回家吧。是，案子了结，我自然就会回家去。你不是让我点拨你吗？我让你回家去。真是不会拐弯，非得让我跟你说明了是吗？回你的大姑去。你要追的人去哪儿了？卓不凡去大姑了，案从大姑起，他又回到了大姑。这是……你别问我，自己去弄清楚吧。前辈，你一定知道很多的事情，能不能多给我讲一点？世事茫茫难自料，春愁暗暗独成眠。而身背使命，肩负重任，王家洛，你要活下去啊！前辈，他妈的，这豆汁儿啊，真不是人喝的东西啊！各个关节都疏通好了，你去南方的任命也下来了，你尽快安排过去吧。是。这么安排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父亲安排我离开，是等起事的时候，我可以避嫌。没错。同时，你可以统帅亲军在南方策应，万一有个意外，还算有个退路。父亲的安排不会有意外的。我始终觉得，净坛秘藏最终还会在福建现世，所以，在商量你是去江浙还是福建的时候，权衡再三。最后决定，你还是去福建。那父亲，您派出追查净坛秘藏的人，卓不凡在浮屠寺失手了，那里的线索落入内务府手中，无需担心。东西在内务府，并不是拿不回来。不过，我没有想到的是。卓不凡带回一个消息。原本我以为找到另一半宝图就真相大白了，结果现在才知道，宝图共有3份。
那卓不凡有没有查到第3份宝图的下落？只有一点可能，就在天津卫。卓不凡去查了。天津正好是我驻军的辖区，要不要我安排人去查一下？不妥，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。北洋现在已经对宝藏有所动作，你若出手，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注目，弄不好还会惊动在野的那个大头。我借助江湖力量，就是为了防止引人忌惮。那卓不凡他是否可靠啊？天下没有可靠的人，只有可靠的筹码。你岳父让卓不凡去了天津。是。我知道了，你不用管那边的事情，有人在做。谢协长，需不需要我暗中派人？不用。密藏的事情有人负责，钟将军无需插手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什么你岳父想让你去福建，我们就让你去了？不知。如果对钟将军没有信任，你怎么可能调任福建，还这么快？就是因为北洋完全相信钟将军，所以你调任福建，看似是你岳父的一步棋，但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筹码。你可不要因为别的小事儿而乱了大局。明白，谢协长点拨。门三刀把那个柳林留在了自己的身边，却没有把她送去刑部，那就说明这个女人肯定还掌握着重要的秘密。门三刀不可能一直把她带在身边，他总不能带着她一起进宫吧？你难道想劫走她？这个女人应该不会跟门三刀合作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门三刀带着她，就是因为不得已，他问不出他想要知道的事情。可以试一试我们的迷幻剂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或许用它可以问出来。是，那我这就抓紧去安排。这些人不像是你的革命同志吧？正好，让我试试刀。第一式，无常。无常剑士简至极。武学思想源于诸行无常，永远是后发制人。剑尚未出鞘，无人知其刺向何处，也没有人知道其进攻方向，便没有破绽，天下无人能免。如何才是攻击速度之极？在通达2点之间，最快极不是弧，也不是直，而是螺旋直线。第二式无我。无我剑士是天下最强的手招，既是防守，就要求有最大的防御面。对于一柄剑，可以看作是一条线，点动成线，线动成面，化方为圆，即可形成一面强有力的防护盾。
这是你继承的菩提园3法印剑吧？不过我用的是刀，难怪没那么厉害。这还不厉害啊？厉害你还能受伤啊？忍着点儿。那些都是什么人？想帮你的人多了，荣天陵想，日本人想，北洋说不定也想。肯定不是北洋。要是北洋的话，直接拿枪了，你还能赢得了？那说不定。也不是荣天岭，他们没有那么多人，而且你好像是打不过卓不凡的吧？我跟他并未分出胜负。能用这个的，只能是日本人。你打他们倒是挺厉害啊，他们没有高手是吧？你怎么说话？动！日本人也在找金坛秘藏。那不是你。别动，疼也忍着。那我被日本人抓走，跟被你囚禁起来也没什么区别。区别大了。哦。我要是寻到秘藏，朝廷可以休养生息；北洋若是寻到秘藏，他们就更加嚣张跋扈。可不论谁找的秘藏，都对日本人没好处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最好谁都找不到。我若是日本人，抓你比杀你来的更稳妥些。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人都有贪念，也许他们想试试能不能从你嘴里撬出一些秘密来。你学过医啊？没有。不过我曾经为很多革命同志处理过伤势，那些伤，多半都是被你们这种亲亲走狗造成的。你能不能还叫鹰犬，别叫走狗？走狗也太难听了吧！哎，你们这帮革命者，勇气可嘉，但实在是自不量力，动不动100十人甚至几十人就敢去搞起义。大清100年基业，纵然这些年受内忧外患，国力有所不济，那也不是一个流窜海外的孙文能够扭转，区区几个不要命的革命党就能撼动的呀。你不过是一处小伤，无关大碍。可是如果置之不管，过几天就会感染，就会腐烂。如果依然不管不顾，过不了太久，这条手臂就会废，只能截掉。要是还不去治疗，就会整个人都会因此死掉。孙先生和革命党人发起的一次次起义，看似只是留下了一道微不足道的窗口，可是大清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治疗。终有一天，这道伤口会蔓延，会越来越大，最终会致命。这就像我和你的差别，母亲大人。你很厉害，你的强大会令很多人惧怕，但是我从来不怕你，这就是革命的力量。我知道，此时此刻我撼不动你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，哪怕把命都搭上，我都要试一试，因为我坚信，自己最终一定能够获胜。